咖啡豆的产地有那么重要吗？为什么豆商恨不得给咖啡豆办一张身份证呢？大家好，这里是窝娃的咖啡频道，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产地对咖啡豆的影响。我们在购买咖啡豆时，总是会在包装上看到咖啡豆的产地，不论是巴西、哥伦比亚还是埃塞俄比亚，甚至可以详细到一个庄园，咖啡豆商就差给咖啡豆办一张身份证了。为什么一直在强调咖啡豆的产地呢？原因有以下几个。咖啡豆的风味表现就和红酒一样，拥有地域性特点，这是由于不同地区的气候、海拔、温度等条件的差异，导致即使是同种咖啡树，得到的咖啡豆风味也会不同。那么哪些条件会明显影响到咖啡的风味呢？首先是海拔，与低海拔地区种植的咖啡豆相比，高海拔地区的咖啡豆往往会表现出更高的酸度。酸度的增加会使咖啡的风味更加明亮，带有水果、花香等味道。高海拔地区氧气含量与温度都相对较低，这种微型的区域气候有助于咖啡豆形成更复杂、多样化的风味。而且这样的条件下，咖啡树的生长过程和结果过程都更为缓慢，咖啡豆的密度相对更高，有助于增加咖啡豆的含糖量，冲泡出咖啡的口感也更为浓郁。高海拔地区的气候也更为稳定，这就使得每年结出的咖啡豆差异较小，具有更高的一致性。此外，高海拔地区的病虫害也会大大减少，尤为适合阿拉比卡这种抗病虫害能力低的咖啡树存活。然后是温度，咖啡树的理想种植温度约为20到25摄氏度，不同的咖啡树种会略有波动，比如阿拉比卡所需温度会略低一点，而罗布斯塔的温度适应能力会更高。较高温度下会使咖啡浆果成熟得更快，产生较为浓郁的果味，而较低的温度，咖啡浆果成熟速度更慢，有助于糖和酸的累积，进而使咖啡的风味更为复杂平衡。而且相对于温度的高低，咖啡树更需要的是温度的稳定性。当温度波动较大，会使咖啡豆风味的形成与预期效果产生较大出入，进而影响其一致性。随后是降雨量，降雨量会严重影响咖啡树的发育，但有幸的是可以人工浇水。充足的水分可以促进咖啡浆果的发育成熟和糖分的累积，形成复杂的风味。但是潮湿的环境，病虫害的风险也会增加，而水分不足时，咖啡树就会发育不良，结出的果实又少又小，风味单一。如此，我们便知道了，想要一杯美味的咖啡，咖啡豆的产地最好在高海拔、温度稳定、降雨量充足的地区。让我们来看一下那些著名的咖啡豆都是生长在什么样的产地环境。艺伎咖啡因其复杂而细致的风味特征而闻名。艺伎咖啡属于阿拉比卡种的一个分支，首次发现于埃塞俄比亚，20世纪30年代被引入哥斯达黎加种植，但反响平平。随后被引入巴拿马，并在 La Esmeralda 庄园种植。在这里，艺伎咖啡展现出了其最完美的一面，并获得了全球的赞誉，是精品咖啡行业中的一枝独秀。这就要多亏 La Esmeralda 庄园的优越环境。La Esmeralda 庄园坐落于巴拿马巴鲁火山的山坡上，土壤肥沃，海拔为1200到1800米，气候温和，气温在18到25摄氏度，全年降雨量充沛，是最为适合阿拉比卡咖啡树生长的条件。当然也离不开庄园的精心种植，该庄园称其成本是所有咖啡豆中最高的。虽然艺伎咖啡现在在全世界范围都有种植，但只有 La Esmeralda 庄园的艺伎咖啡声名最盛。耶加雪菲，大家对于这个咖啡豆应该更为了解。耶加雪菲因其明亮的酸度及独特的花香而闻名，是一种备受推崇的咖啡品种，原产于埃塞俄比亚的耶加雪菲地区，其名字也是因此而得。耶加雪菲的种植范围相比于艺伎更为广泛，其中位于埃塞俄比亚的 Gaza Village Coffee Estate 是最为著名的种植庄园之一。该庄园海拔约1700到2200米，气温温和且相对稳定，河流众多，全年降雨量充沛，同样也是阿拉比卡的最佳种植环境。虽然没有艺伎咖啡那样昂贵，但耶加雪菲在精品咖啡行业中也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。所以，某种程度上，产地名字就代表了咖啡豆的质量，即使没有喝过，也会给人极高的心理预期。而且，生产高质量咖啡的庄园也会为其增加可信度。这就是为什么咖啡豆一出厂就会带着一张身份证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欢迎大家分享一些优秀产地的咖啡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